有缘人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些关于命运和福报的思考。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话题，常常让我们陷入沉思。你是否曾经思考过，为什么有些人看似一帆风顺，而有些人却总是碰壁？为什么善良的人有时候遭遇不公，而恶人却似乎逍遥法外？在我们生活中，常常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，有时甚至会觉得命运对我们不公。有些人天生福报浓厚，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成功和幸福，而有些人即使努力付出，也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总是陷入困境之中。这种现象让我们不禁思考，为什么有些人看似一帆风顺，而有些人却总是碰壁？为什么善良的人有时候遭遇不公，而恶人却似乎逍遥法外？回想古往今来的历史，我们会发现确实存在着一些让人费解的现象。有些善良之人为了正义和真理奋不顾身，却往往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，而一些恶人却能够逃脱惩罚，甚至过上了富贵安逸的生活。这种情况让人不禁感叹，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？恶人为什么可以不受惩罚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为什么善恶之间的差别不会立刻得到回报，而是有时要等待，甚至有时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果？这种现象并不是毫无原因的，而是有其深刻的原因和内在逻辑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到每个人的命运和福报是不同的，这是由个体前世的业力和因果所决定的。类比为一个杯子，人的福报就像是杯子中的水，而杯子的大小和水量则代表着个体的命运和福报的丰富程度。这个杯子的大小和水量是在个体出生之时就已经确定的，是由前世或祖宗积累下来的结果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每个人的命运和福报都是早已注定的，注定了个体在这一生中将要面对的挑战和机遇。然而，福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是在不断消耗和积累之中变化的。在生活中，个体的行为和选择会消耗福报，而善行则会积累福报。好比是杯子中的水会不断的流失，而善行就是往杯子中加水。对于那些杯子较大、福报丰富的人来说，即使他们做了很多恶行，由于福报的丰富，可能暂时还不会遭受明显的恶果。而对于那些福报较少的人来说，即使他们不断的行善，由于福报的稀缺，可能也不会立刻得到相应的回报。然而，善恶终究是有报的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有一句俗语说得好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善恶的报应是有其特定的时机和节奏的，而不是没有报应。正如是非善恶的积累一样，报应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只有当个体不断地积累福报，增加杯子中的水量，并且修正自己的缺点，减小杯子的漏洞，扩大杯子的容量，最终才能实现善有善报，
恶有恶报的正果。因此，我们要审视自己的行为和选择，注意积累福报，修正自身缺点，扩大心量，提升德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的深刻内涵，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坦然和从容。关于福报和命运，打一个浅显易懂的比方，你就明白了。为什么恶人无报应，善人没好命？人的福报好比一个盛水但是又有漏洞的杯子，杯子的大小便是我们命运的顺逆，而所有从杯子里渐渐漏出去的水，就是被我们自己每天所消耗掉的福报。福报是永远在消耗的，因为这就是我们每天日常的衣食住行。人一生下来开始，他的杯子大小和水量是定好的，是由前世或者祖宗累计下来的。从这一刻来说，的确，这个人的命是注定的。每个人的命运和福报不同，这是先天的或者说前世的，这就造成了杯子的大小不同，水量的多少不同。有的人做了很多的坏事还活得很好，是因为他的杯子非常大，而且水又多。做坏事是损人利己，这其实还是在往外漏水，虽然漏了很多水，由于他贮藏的水或者说福报足够多还没有漏完，所以你看他还是活得很好。不要急，等他继续行恶，杯子的水漏完了，恶报就显现了。有些人做了很多善事，情况还是很差，是因为他杯子比较小，谁也非常少。虽然做善事是往杯子里面加水，但是由于我们的杯子一直在漏水，福报一直在消耗，杯子里的水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量，福报还没有现前。当他坚持行善，减少漏洞，水量逐渐增多后，福报就自然显现了。任何事情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这称为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因此，看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，不能只看一时，不能只看一世，因果要看成负。我们的所有言行最后都会通过我们的家族和血脉继续延续下去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我们的善行或许未必会在我们这里转化成为福报，但一定会让我们的家人和子孙受益。而我们的恶行或许未必会在我们这里转化成为恶报，但也一定会祸及我们的家人和子孙。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通过上面的类比，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了。杯子是指人的德行，德行越大，杯子越大。至于水，则是指人的福报，最初的水是由前世或者祖宗累计下来的。行善积德是往杯中加水，作奸犯科是在给这个杯子捅窟窿，从而加大福报的流失量。尚书中记载，有容德乃大，说的就是我们的德行。德行就是一个器皿，它的功能是容纳世间万事万物。因此，所谓德行其实就是器皿，就是我们的心量。心量越大，则包容越多。就此而论，想要培养德行，扩展心量，
在日常生活中就要求我们能够容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，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缺点，每个人都是非常具体和立体的，所以要评价活人很难。今天风光无限的，可能明天马上翻船；今天走投无路的，可能明天君临天下。因此，要准确地评价一个人，往往只能评价死人，是为盖棺定论。但是，在对他人的评价中，可能一些人让你喜欢，也有一些人让你讨厌。但是无论喜欢还是讨厌，一定要包容所有人，能够包容他人，就是在培养自己的德行。推而广之，要培养德行，扩展心量，就要求我们在容人之余，还要能够包容十方三界种种众生，上要礼敬神明，下要与鬼施食。至于人道中的各种猫猫狗狗，也应该以一份慈悲心对待之，如此方可谓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然后才能真正提高德行，扩展容器，改变命运。综上所述，人的命运是复杂而神秘的，它既受制于先天因素，又受制于后天行为和选择。在改变命运的道路上，个体需要不断地修正自身的缺点，积累善行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